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日式柴鱼高汤的做法。学会煮高汤，就能够拿来做很多美味的料理咯。我平常都是用这一款昆布来制作高汤的。这个是厚的昆布头，比较耐煮。这边写根昆布在整条昆布里面，营养是比较多的部分。我觉得这一款昆布价格不算太贵，味道也很不错，很适合家庭制作高汤来使用。今天使用的柴鱼片也是塔塔经常买的一款，上面写兼本枯节，萨摩产。什么是本枯节呢？就是以新鲜的煎鱼作为原料，传统日晒的方式，经过发霉的处理，称之为本枯节。这一包是40克，大概可以煮2次。这个昆布表面上白白的不是发霉哦，它是附着在昆布上的海盐释放出来的鲜味甘露醇。如果你把它洗掉，这样煮出来的昆布高汤就没有那么好喝了。所以我们在挑选昆布的时候，记得要选昆布表面结晶越多越好。像我这几片结晶就很多。今天我用3片来制作昆布柴鱼高汤。把昆布放到冷水里面浸泡。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先泡，隔天就可以用了。如果前一天忘了泡，可以像这样快速的制作高汤。冷锅开始煮，大概煮到水温60度左右，关火，盖子盖上焖30到40分钟左右。然后准备柴鱼片20克。将浸泡好的昆布开盖，这时昆布大概都张开了，然后将火打开，继续的煮，煮到沸腾前将昆布取出来。锅里的昆布水继续的煮沸，沸腾后先关火，然后放入柴鱼片。放柴鱼片的时候不要去挤压它哦，让柴鱼自己慢慢的沉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盖子盖上焖2分钟。现在将制作好的高汤过滤掉柴鱼片。我这个漏网是双层的，比较细，如果网子不够细，建议还是要垫一块纱布哦。过滤出来的高汤大概像这样金黄色。有时候我会趁热加1大匙的清酒，1大匙的味淋，一点点的酱油提味，这样会让你的高汤更好喝哦。不过加与不加，还是要看你接下来要做的料理而定。制作好的高汤可以放到容器里面，并在冰箱大概可以保存1个星期左右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吗？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